大家好，这里是袁某人的赛事分析。我在第一赛段的末尾跟大家聊了关于选手游戏智商的各种案例，我们是重点聚焦在了选手团战这个维度的游戏智商。我也反复强调了嘛，构成选手水平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游戏智商的部分也同样有很多维度。所以在第二赛段，我会继续跟大家深入探讨游戏智商的其他维度在比赛中的表现。那本期的重点将会聚焦在今年备受期待的全神（ban IG） 的中单选手 Rookie 身上。Rookie 作为登过顶、拿过 S 赛冠军，并且饱受认可的这么一个冠军中单，可近些年的成绩确实也让粉丝有点失望。他常规赛发挥还是很不错的，但 BO5 季后赛就感觉不对味儿。包括第一赛段 ，Rookie 也打出了比较糟糕的游戏内容，所以这些年下来，他也一直被挡在世界赛门外。很多朋友都在好奇啊，现在的 Rookie 到底怎么了？那在本期进入分析前，我还是先推荐大家没看过的可以补一下我5年前做的关于 Rookie 的打法风格的分析。Rookie 这些年呢，游戏风格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还是在他擅长的舒适区内，所以我就不花太多时间赘述 Rookie 的打法了。想要解读 Rookie 的困境，我认为最合适的切入点是游戏智商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沟通能力。沟通是语言的艺术，本质是信息的交流。由于 MOBA 不像瓦和 Go 那样的 FPS， 它从天梯就逼迫选手大量的要进行交流，所以 MOBA 比赛里不善于沟通的选手其实是比比皆是的。当然，我不是说 Rookie 不爱说话，但沟通习惯，我认为确实限制了 Rookie 的下限。我们可以将比赛中选手的沟通话语大致分为4种类型，分别是信息提供、信息沟通、决策信息以及其他。其他那就属于那种氛围调节的范畴了，本质呢是废话，但不同队伍情况不同嘛，那这类就不在本期的讨论范围里了。如何区分这些信息呢？我先用一个沟通能力 max 的 Doing B 来作为一个案例，让大家感受一下三者的区别。来手了，他们想手，我也在，你在吗？你在我直接放了，我放，我也在，先把岩排了，脚下人有点多，小心啊！特别小心，看东线吧，我先看东线去。不，对，上路会撞。你们等先靠吧，你靠吧。那这波上路进攻可以看到，整个 NIP 的队伍沟通还是比较在线的。而 Doing B 他在整波沟通里，他分别给出了3种信息，在开始就提醒了队友，对手想要守的这个信息，给队友去提供一个判断，那这是信息的提供。所以 NIP 上野接受到这个信息后，马上反馈说，我能靠。而 Doing B 马上给出了一个决策信息，让队友去排野。而当山鸡再次提供信息，表示 RNG 这边人有点多后，Leaf 提出了要去中路收线的想法，而收到这个信息的 Doing B 立马提出不行，但这个不行呢，并没有明确说 Leaf 你既然不行，那后续该怎么做？所以这是一个沟通信息，可以看到此刻 Leaf 他是在打转的。最后呢，是由上野复合 Doing B 给出了 Leaf 执行的一个决策。OK， 到这里整个沟通看起来，大家应该能够感觉到 Doing B 为什么很善于指挥队友，并不是说队伍的每个决策都由他下，但无论哪个环节的信息，你都能感觉到 Doing B 有参与，所以队伍的沟通就是会很顺畅。网上讨论比赛经常会聊到指挥，可指挥往往是比较笼统的范畴，就什么样的语言可以算指挥？目前这个东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它没法量化。那我个人的看法是，以沟通与决策这2类信息为主的沟通方式，那才属于指挥的范畴。能长时间给队友提供这2种信息的选手，才是指挥型选手。那在 LPL 拿过冠军的3个中路里，其实只有 Rookie 一个人他是不怎么参与队伍的指挥的。他的信息沟通方式只偏向于提供和沟通，而很少去做决策。本质上，他和小奶油一样是队伍里的打手中单。那打手这个词可能在很多观众眼里偏贬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它只是一种定位。打手并不意味着不沟通不说话，只是打手类的选手在沟通上传递的信息往往是我是怎么样，我能做什么。中路打手最大的特点在于他们往往很少，甚至不会去给队友提自己的要求。像 Scott 选手，他不像大 B 那样对于队伍的指挥参与那么多，但也不至于说他完全不指挥。他和 Faker 的沟通风格很类似，就很均衡吧。他的沟通效率是很高的，甚至会有足够的沟通体现量。所以 Scott 无论在哪个队伍，这个队伍都很容易变成围绕着他来打的队伍。我随便找一个麦克风给大家来作为一个参考。要去踩上了，我水上先到了。我你说接 W 吗？等一下，我能跟的话可以。放你那边死了应该。这场 S11 打 DFM 的沟通里，可以看到 Scott 在团战发起前，他把自己的团战思路很清晰的和队友进行了沟通，无论是目标还是队友要怎么跟，都说得很清楚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妖姬踩过来的瞬间，虽然 Mako 不在身侧，但其他队友会对冰女的释放有一个完整的预期，所以大家才能够看到下路和打野大招给的如此果断。这种沟通实际上能够降低队友在配合时的难度，有点类似于信号弹吧。大伙看到信号就知道自己要干嘛，自然可以降低思考的 CPU。再看一个我认为沟通最完美的例子 Faker 了。이거 켄지 올라온다. 얘네 싸울 생각 있어 일단.
어떻게 대응할지가 궁금하긴 해요. 네. 먼저 패볼게 일단. 야 미드 켄트 5초 뒤 짧게 해야 돼. 좀 패놨어. 봐줘. 해볼게. 자, 마오. 마우 잡고. 하나부터.可以看到 Faker 他先是预判到塔姆会去中，所以他给出了一个比较无指向性的信息给到正面的队友，而队友在打起来后 ，Faker 此时他不在战场，没有办法做事儿，所以他选择了继续给信息，但这时他的话术就不是塔姆会到了，而是给了一个更准确的预判，5秒后塔姆就到中路，得打快点。信息和决策一起给了，它就不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沟通信息，比如什么塔姆要到了，你们能撤吗？这种疑问句在操作时刻反而会加重队友 CPU 的功耗，所以 Faker 后续怎么处理？观察局势，交出 TP， 同时告知队友自己能到的这个信息，整个沟通没有无效信息，也不吵，而且还很合理。一开始没有打起来嘛，所以 Faker 他给的是提供信息，而打起来处于操作状态，本身就没有办法分清太多，所以 Faker 直接给了一个简单的决策，让队友有更清晰的操作思路。这几个例子看起来，大家应该也看出了，选手的沟通习惯会和他们的游戏风格有很强的关联性。毕竟英雄联盟是5个人的游戏，沟通也是5个人同时来做的，你越会调动队友发挥的下限，才越能保证。而 Rookie 的区别在于，他在沟通上是没有遥控队友习惯的，大部分情况下 Rookie 只会报信息和做沟通，对队伍决策的参与也没有很深度。当然，这些只是差异，不是优劣，这点大家得搞清楚。就跟左撇子跟右撇子一样，它只是区别。Rookie 不爱 call 队友，但他对队友的 call 是执行的很到位且快的。所以啊 ，Rookie 近些年真不是没有高光，无论是 V5时期还是滔博时期，包括 NIP， 咱只看常规赛的话，其实 Rookie 的表现都是没有问题的，数据也不差。可一旦进入到 BO5 季后赛这些关键节点 ，Rookie 的发挥就很不稳定了，甚至开始犯病了。为什么？因为 Rookie 他的沟通习惯其实是不匹配打法的。BO5 的生态和 BO1 完全不同，无论是运营的思路还是对手的配合，都肯定是比 BO3 和 BO1 要严谨的。所以 BO5 里优势方运营会更稳健，劣势方也会更规，而且能够打到 BO5 就不会有太菜的队伍，基本就是强队比拼环节。而 Rookie 的打法又必然伴随着失误。那什么是 Rookie 的打法呢？这是一场 S10 IG 打老干爹的冒泡赛，这是唯一赢的一场，也是很标准的 IG 式赢法。那我们来看 Rookie 呢，先是对线拿到巨大的优势，这里把发条打残了，甚至差点越塔了。这时打野出来解围，可以注意后续 Rookie 的动线。此时下路是没线权的，打野呢也还在刷野，常规运营一定是收线嘛，然后趁着发条回城再找机会。但 Rookie 用不吃这波兵线为代价，换来了这波节奏，很典型的 Rookie 风格，出击很非常规，而且不在乎兵线，所以对手确实也很难防备。但这样他不是无损游走，它有代价，在不能保证每一次都能成功的情况下，自然容错率会降低。Rookie 的这种出击，你放在 BO1 可能一波雪球就滚起来了，成为了后续的契机，但放在 BO5 这么一个长盘比拼里，大部分都不一定会转换为真正的节奏，反而呢亏了自己的发育。尤其在最近的版本，中路要担当的是中后期大核时，你明显感觉到 Rookie 有点格格不入。很多人会把 Rookie 的沙皇小炮这些英雄玩得不好归咎于操作，但操作失误谁都有，核心还是在于这类英雄的玩法完全不适配 Rookie 这样的打法。这类英雄一定是靠稳定的兵线收益来滚大自己血球的，所有靠击杀和节奏带来的经济血球它都是不稳定的。所以 Rookie 的沙皇小炮这种大核英雄，它不是没有 C 过的操作，但它不是那种让人安心的 C 位，因为这波可能操作赢了，下一波操作输了，综合下来它还是亏的。这类英雄的模板打法是这波小赚，那波再小赚，然后装备成型后用最低风险的选位逻辑打最土味的输出，而往往 Rookie 前期一波操作拿到优势，然后下一波又 all in 进去死掉了。比起其他同样偏打手定位的中单， Rookie 有一个奇怪的习惯，那就是他对于跟团队节奏异常的执着，所以呈现的游戏内容就是他往往习惯性的牺牲自己换取团队收益，属于是队伍叫我必到的程度。当然这样的好处当然是执行力足够强，但团队决策不可能永远对，而 Rookie 往往会因为自己的这个习惯，把自己置身在一个特别容易送掉的位置。举个例子，在第一赛段打滔博的第一场里，他拿的是塞拉斯打永恩，那永恩拿到攻速血后肯定推线上，塞拉斯就不占优了，但塞拉斯的优势是打架厉害。可这波大家可以明显看到，没有线权的 Rookie 在队友开始吃小龙的情况下，他依旧选择了先去看龙的这么一个动线。那这个决策不管后续小龙打不打得起来，这波线肯定就亏了。那我们不知道这里 IG 的麦克风是怎么指挥的，有没有硬 call Rookie， 但按我的理解，这种动线即便没有人 call， Rookie 也会尽力让自己先到。可问题是
后续啊。IG 这边的指挥当然是我吃完走了，可由于永恩是推完线后台的，所以 Rookie 如果是往大部队靠，从这里再找机会上墙回中，那么这波线他吃不到就算了，塔皮和下一波炮车线都会没有主动权，所以 Rookie 下意识想探一下距离，我从最短的路径回去，结果就是滔博抓住了 Rookie 的破绽，最终让 Rookie 亏损最大化了。当然这里就是 Rookie 自己的失误，但背后他折射的是 Rookie 的这种习惯。其实到这里塞拉斯打架都还是有声音的，但 Rookie 的这个习惯还让他持续的吃亏了。后面的朝中团本身一个没闪的塞拉斯打团选择肯定是跟着队友打集火嘛，可 Rookie 依旧下意识的选择了团队的选项。实际上这里 IG 有眼嘛，兰博还是滔博其他人的位置 IG 都了然于心。这个局面的起因就是因为 Rookie 被反开了，但他被反开的核心问题在于他本不需要走到这个位置，走这里就是想配合团队留人，目标我估计是这个闪现还没有好的艾希，但问题是你的对手也是高手的情况下，你想抓机会往往也会给机会。在 Rookie 做出偷兰博大的这个动作时，没闪的他这波怎么都会死了。就这波团我们真的退1万步讲，IG 打得完美，滔博他还有失误，这波团战最后也会打出的是人头互换。所以 IG 即便整体赚，但塞拉斯这个点定还是会亏的，因为他已经处在了一个必死的位置，后续一样会被永恩无限的对位滚雪球。所以为什么这期我们会从沟通能力这个点进行切入？因为 Rookie 的这些习惯根源都在于 Rookie 他不爱扣队友，他没有养成一个他这种打法该有的沟通习惯。大部分打手类型的中路，他们的沟通方式和打法是不怎么团队的，他们都属于队友叫我才来，而 Rookie 偏偏是队友不叫我也来。可能是因为早期的打野是卡靠，后面是宁这类很有主见的打野，让 Rookie 不需要太多的参与这种决策。也可能是因为中韩文转化没有办法保持操作的同时，也给队友传递足够好的决策。总之就是 Rookie 他很吊诡的错位了， Rookie 变成了一个打法习惯很团队，但沟通习惯又偏打手的这么一个中单。当然咱不能只在他打得不好的时候说他这种打法不好，你什么冠军对吧？ Rookie 的风格很独特，但这种打法天然不稳定，太吃操作了，尤其在 BO5 更是容易被针对。即便是 S8 巅峰期， Rookie 也会因为被对位单防而开始急躁犯病。在 BO5 这种保底要赢3把的赛制下，比赛中他有无数个回合去攻防，可能10次里面有3次 Rookie 大赚而归，但代价是7次小亏，然后被对方滚击雪球。Rookie 和曾经的 IG 都不是那种想好了打的类型，而是打了再说。而 Rookie 这种习惯结合，造成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说的可能会有点奇怪，那就是 Rookie 他没有混的感觉，就要么很坑，要么很 C， 就隐身的局其实很少。虽然混在很多朋友眼里是贬义词，但这次讨论的语境还真不是，因为有些局他就是要混的，而 Rookie 呢，他混不住，这就导致他除非状态真的很巅峰，也很符合他的版本，否则在 BO5 里 Rookie 往往是又 C 又送，所以粉丝眼里他在尽力，但不喜欢的人里却觉得哪尽力了。当然这样干讲可能大家没有感觉，我们还是得结合点例子。那为什么我说 Rookie 他虽然很积极的沟通，很善于提供信息和爆点，但不太善于 call 队友呢？来看这场 TP 绕后的例子。能走吗？能跑吗？雷走掉了。哎，能走吗？哎，我这边你要抓他，看我看我看我。哎，这边可以看吧，兄弟们。我在看，我在看。我后面踢了。哦，那神！我后面踢了，来看一下。得了。哦，雨没闪，龙也变小了。看一下，能看吗？那我逼了。可以看到，在 call 队友后，其实 Rookie 没有给很清晰的后续判断，所以队友杀完 AD 后，想着就是去推中，而 Rookie 此时处于操作的状态，他的身体很自然的在追，他嘴上也是喊着能看吗？但这个时候，如果 Rookie 已经在追，应该给的是一个决策信息，那就是跟我追。这里要说，我们不是要站在一个上帝视角去讨论这波追击合不合理，而是站在队友反馈的速度来跟大家说明，如果 Rookie 他处在一个想追的状态，他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决策信息才合理。有分歧本身无所谓，关键在于如何优化和减少分歧。毕竟打弱旅肯定是随便打的，但如果对手是强队呢？那我们就再来看这组镜头。IG 在第一赛段的首秀上，一个4打5的局面 ，Rookie 和杰杰也是出现了瞬间的判断分歧。往下拉，往上走呗，往下吧。啊 ，OK， 不是，你们往贴着枪，往上喂。喂。对，帮一下杆子。能赢，我杀完了，能5杀吗？五杀，给他5杀。来，别5杀。哎，你别死，给他5杀，能5杀，被你打得过，算了。杰杰这个选手，游戏理解是偏学院派的，擅长打那种正统资源团，他和 Rookie 的团战视野存在一些不同，很正常啊。再次强调啊，这种理解没有优劣，它真的只是一种分歧。
Rookie 他认为队伍如果要4打5，需要的是往下靠，他站在一个团战的角度，往下面这个位置顺着兵线进去，能够逼高地给压力，而且还能打一个开阔地形下的大团。这个逻辑的目标就是跟你打到底，大不了我们全死。而杰杰想的是呢，往上边撤边打，毕竟我4打5，让对面先手即便打输了也不至于全死。大家可以看到 Rookie 虽然有一瞬间是分歧，但作为执行层面，他跟队友还是跟得很快的。但这波大家应该看出来了吧 ？Rookie 他明明有想法，但一瞬间是说不出来的，时间也不够，你没法一瞬间去表达那么多。而如果一个选手长时间处于队伍的决策层，那么他的决策信息队友肯定是下意识会支持的。所以对于 Rookie 这种选手呢，他最好的沟通方式其实是前面 Scott 的那种，给一个沟通的提前量。比如同一局里 Mako 他就是在闲暇时间给队友一个类似的信号指令。听我说一下，我们不能分散，好吧？我们一定要抱团的，不能被抓这种机会。我们只要5个站在一起，我感觉很好赢。有了这种沟通的提前，队友才知道你想干嘛。而在沟通这方面，其实无论是 Rookie 还是 The Shy 还是比较短板，因为他们过去都不需要考虑这些。大家可以翻一下 S8 时期 IG 的麦克风，你会发现 Rookie 的 Shy 啊什么的，在团战里都是很少说话的，甚至在讲韩语。大家不需要交流啊，纯靠默契。其实操作好确实能赢，但毕竟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呀。肌肉操作固然给 Rookie 带来了巅峰的荣耀，但随着职业年龄的增加，过去能够靠操作、靠嗅觉去解决问题的习惯，在现在反而在限制着 Rookie。其实我感觉，无论是 Rookie 还是 The Shy 吧，已经比起过去更想和队友沟通串联了，但碍于表达能力，很多时候就是会出现词不达意的情况。而仁川人最大的习惯，那就是边上边说，不给队友提前量。他们认为好的机会是默认队友会跟的啊，先干了再讲。可现在的 IG 毕竟是新队伍、新配置 ，Rookie 和 The Shy 在提供信息的环节其实做的没有问题啊，提供信息的关键上绝对够用。比如最新的这场麦克风 ，Rookie 报的 The Shy 在赶，其实这信息给的就很关键。等你，The Shy在赶，我在慢。连线进了，我可以后面封路，3秒到，开着，但后面 Rookie 说看一下，其实就是没有给的够好、够清晰，所以 Mako 和 Gala 第一时间去执行的是他们脸上的决策，而这里主要就要靠杰杰的默契了。他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配和岩雀打了一波很漂亮的连招，但这种判断默契还是太吃本能了。如果 Rookie 把看一下改成更准确的，能看后排吗？或者再提前一点和杰杰沟通，确认大招锁哪一个，那团战画面会更简单一些啊。没办法，大家自己打游戏的时候可以录一下自己的音，很多时候你边操作的时候就是没有法子一下子说我要讲什么的。像后面一波团战，杰杰给了一个很清晰的指令，你就会发现 IG 的团战执行堪称完美啊。所以 Rookie 他的困境在于他对于队伍的索取不足，他既不善于用沟通 call 队友帮他，在找机会的过程中也不太能表达出自己的需求。他和 The Shy 那种明知山有虎偏要皮一皮不同， Rookie 很多时候就是有点开不了口的感觉，他的沟通习惯和身体习惯限制了他。比如这波大家印象很深刻的被 J.K. Love 单防的沙皇，实际上这波 Rookie 一开始想绕，但被打退后没有 E， 他已经没有战斗力了，而莉莉娅同时已经开到了人。这种时候 Rookie 其实就过载了，他知道我这波没意，正面没用了，但队友打起来，他的习惯让他下意识要跟，而在沟通上他又开不了口去说等我别急，所以结果就是他想打又犹豫，右边战场已经乱作一坨，而他自己呢啥也没做。其实他不跟啥也不做，竟还不一定敢这么快进场，但 Rookie 的下意识让他往前走去 A 了一下后排，那一着急就送了呀，连金身闪现都没交。每个选手都有自己不擅长的游戏画面，而对于 Rookie 来讲，最不擅长的画面就是他跟不上的团战，就是打架如果没有我 Rookie 他就给我一种他很难受的感觉，跟不到就有蚂蚁在身上爬，而且他又不会拒绝队友的节奏。比如第一赛段最后一场 Rookie 的发条在边线掉闪被杀，那在最需要发育的时候，他也不会去和队友说这波小龙能不能不接这种话，而是依旧徒步赶来和阿卡丽一起接55团。结果就是阿卡丽一波起飞啊，我不认为 Rookie 他意识不到这波团战的危险，这波操作难度有多大，但他就没有拒绝队友的这种沟通习惯，他开不了口，或者说他这种沟通想法就没有出现在他脑子里。所以 Rookie 的不稳定根源就是他的沟通习惯和方式。实际上 Rookie 也不是说不能参与指挥，只是他在操作开始占用 CPU 后就没法说太高密度的话。其实他阵亡的时候哭队友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Rookie 和 The Shy 都是很偏向于瞬间抓住机会然后就操作的选手，所以他们俩提供信息的能力是很强的，给的信息很好很对，但他们上的有时候真的太过于果断了，队友很多时候还真是 get 不到他们。在第一赛段这种比赛的情况就尤为明显，而第二赛段上我感觉丹尼有意识的减少了 Rookie 的动作，让 Rookie 出击不要那么多了，所以 IG 现在打起来会看得有点慢，但也够用吧，毕竟第一赛段是换线版本，团战过于高频了。 那我其实一直认为，沟通能力是选手里很重要的一项。同样的3个字，不同人给人的信息密度是不同的。关于这点，去年 MSI 我就专门做过了小奶油沟通问题的专题。所以沟通能力真的是 LPL 很多选手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沟通真的也是游戏智商中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而 Rookie 倒不是说游戏智商真的很低，只是他的天赋树舔的有点太极端了。但是还是那句话，你不能只在他打得不好的时候说他这样不对，只能说期待新的 IG 彼此之间能够相互的把短板补上，毕竟有丹尼的魔药呢。而目前还在 BO1，啥情况还不好说，是否真的有妙手，我还是觉得得看 BO5。虽然 Rookie 最近风评比较差，发挥也确实不好，境内的遮羞布已经被扯了下来，但第二赛段我还是希望看到一个突破自己的新 Rookie。毕竟也是老将啦，老将下凡一下，那不是很正常吗？属于他们的时代终将会过去，或者已经过去了，所以大家还是且看且珍惜吧。毕竟也没有多少场比赛能给我们看了，喷可以，但稍微轻喷吧。那本期内容就到这里。第二赛段呢，因为回归到了一个比较常规的赛事节奏，那我打算重新开始做赛事周报这样的一个资讯类节目，帮助每周没有时间看比赛的观众对赛场情况有一个基本的认知。然后像这类分析视频，我应该会在正常的周报更新里穿插着更，所以下期做这种分析类视频，我应该会做一个关于微和标剧的主题。当然，有更好的主题的话，大家可以私信跟我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那我是袁某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